哇，骑到云海上来了，超漂亮的。人无要紧，2支把骨你也拢无去。哟，下来的话2只都断掉了。那边刚刚那边不是有一个停车场？闪灯的里程数，突破官方数据。此刻的心情想到了一首经典老歌，在这个全台湾最高的公路之上。各位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这2天的一个路线图，那旁边这边有记录我们这2天的一些停靠点。那我会把这个地图连结呢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梦哥，今天要跟朋友骑车去武岭，我们要把每桶油呢都加到最满，然后看谁的车可以骑最远，骑到亮灯为止。那我们就加油吧。好，现在第一台车把油箱加到最满。小图这台车几公升18，你印象中18公升最多可以跑多远？该可以300。那有机会上武岭哦，可能有机会哦。因为今天小图呢，他双载，他载他女朋友，他的图不是那个一般的图哦，是倚天屠龙记那个图，酷吧？我们今天每台车都要加到意面高度为止，这样就这么满。换我的车油箱加到最满，我的油箱是12公升。好，现在加到油箱意面高度的最满的状态。现在把里程归零，看我们今天从这边到底骑到武岭要几公里。这是阿翔的车，阿翔的车油箱是14.5公升，小简的车油箱容量最少。它的油箱容量是只有8.5公升，小简的车应该是会最快阵亡的。那我们就出发。我现在出发时间是早上8点钟，那预计今天大概要骑12个小时啊。今天因为要骑比较远的关系，所以我有带一些基本的急救包，然后补胎器还有打气机。这样在高山上的时候才不会因为一些突发状况然后手足无措。这趟行程的开始呢，我们会先从基隆经由暖暖，然后走基福公路，走到底之后就是滨海公路了。然后我们第一站会先到三貂角灯塔，要上武岭之前会经过2个管制站，所以时间上会稍微赶一点点。2个管制站都有固定的开放时间，所以我们要在下午2点之前抵达第1个管制站。第1个溪畔管制站到第2个官园管制站之间大概要2个半小时路程。那官园管制站最后的开放时间是下午5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5点之前到达，那不然只能折返了。现在来到台湾的极东点三貂角灯塔，可是今天礼拜1刚好没开，那不然就带大家上去看了。这边风景很赞，这边凉亭坐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骑几公里吗？不知道，骑到底就对。大概要320几公里。哎呦，我有机会第1名。小图这台是18公升 ，CBR 600 Double R， 他这台是跑车级的，但是他说他能够第1名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阿翔这台是 KTM 的390，它油箱14.5公升。但小简的车是那个捷影的 CPI 260，它的油箱最小，只有8.5公升。我的车油箱是12公升，那原厂数据号称1公升将近可以跑40公里。目前看起来数据我的是最漂亮的，但是今天大家其实蛮不公平的一场竞赛，因为有些有载人，有些有负重，小简的油箱都特别小，所以本来世界就不公平，好玩就好了。那今天礼拜1没有开放，所以大家不要礼拜1来哦。好，出发。真的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，居然礼拜1没有开放。不过位于台湾4极点之一的极东点三貂角灯塔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造访的地方。它站在高处的时候，可以远眺整个龟山岛，真的是风景非常漂亮。老天爷也是非常眷顾我们啊，天气超级好的，万里无云。因为再过2天，东北季风就要来临了。我们因为玩这个挑战呢，要骑到没油，骑到亮灯。那万一怕说到时候附近没有加油站，我们准备1桶汽油。那如果到时候真的不够，还有第2桶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因为刚刚错过一个路口，所以正常是要走海线，然后现在走到市区，要绕到苏澳，会绕比较久一点，因为红绿灯比较多。如果没有要在宜兰这边停靠的话，建议走海线会比较快。各位，刚刚苏澳改居然封闭2天，真是不巧，今天刚好在施工，所以我们现在走旧树花。但是这样旧树花也不错啦，非常漂亮，风景非常好，但是会耗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们今天清水断崖可能来不及过去了，因为我要赶在下午2点之前先进到太鲁阁的第1个管制站，应该快没有了，要不然正常我们应该是要骑到亮灯才可以加油。因为我的灯不会亮。对，因为小简的灯不会亮，不敢确定，所以就先加吧。5公升，哎呦，好险有加，那不然待会如果进苏澳改油不够的话，就糟糕了。因为今天苏澳改意外的封闭2天，很倒霉，行程比较赶。
简单再全家吃一下。我们骑到这边大概骑几公里啊？100多公里哦130几。小简刚刚用掉5公升的油，然后骑了大概130公里，所以1公升平均大概26，算蛮省的啦。只是因为油箱太小了。现在是12点半，走这个路线其实还蛮刺激的，因为时间要抓得很准。第一次骑进来苏花改隧道，好凉爽啊！现在已经快1点了，现在要赶到2点上管制站，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赶，希望能够顺利的上去，不骑就没办法上山了，可能要在花莲住一晚，隔天早上再攻上去。苏花改总共分成3段，很不巧的，苏澳到东澳头段了，因为施工封闭2天，所以我们就从南澳段开始接上去。苏花改全长总共38.8公里，有8座隧道，所以隧道就含了24.6公里，所以你会看到画面上隧道骑到快睡着。骑出来隧道了，哇，那个隧道真的好长。看今天的状况，山上天气应该不错，这边好多路段都有区间测速。这一条快到太鲁阁这边。限速60公里，目前1点12分，看这个时间应该是来得及啊。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又多了一个管制路口，不知道要等多久。159K 这边好像是单向双线东行。话说我目前已经跑了192公里了，油表才掉1格，我这个油表是不是坏掉了？我们现在在太鲁阁牌坊，它刚好在整修，所以没什么好看。阿翔这边目前我们大概骑了205公里左右。你目前油剩多少？剩3格，3格，哎呦，有半桶再少一点。那你有机会应该第2名。那小图呢？一样3格，半桶少一点。哦，拍谁哈？我的目前只掉1格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油表坏掉。我靠，太扯了。你亚龙那边挤啊，我嘛华亚龙啊，华亚龙啊。现在时间是1点40分。那我之前有打电话问说，西畔管制站啊，第1个管制站大概要骑10几分钟，所以时间应该很紧凑。赶快出发！好像看到管制站在塞车了。现在时间还有10分钟，差一点点，管制路口在那边。所以如果要上来的朋友啊，大概提早个10到15分钟，因为后面已经大排长龙。for traveling，德国来的朋友3个月啊，3个月哦。德国来的朋友来台湾玩3个月。So can you speak a little Chinese？ 我会说一点中文。哦，对。8点时候学习中文，可是越来越忘记很多。哇，很厉害了。谢谢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厉害。现在看山上那个天气，待会上去应该会下雨。应该凉凉啊。应该有点凉凉的。在西畔管制站短短的10分钟里面。跟这2位来自德国的朋友聊得还算蛮开心，虽然聊到后面不知道聊什么，但我想彼此有共鸣的是，在这个桥上等待的10分钟里面，我们大家被大自然所怀抱住的那种愉悦的心情，我想一辈子大家都永生难忘。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被这个世界级的太鲁阁美景所深深的吸引住。祝福他们旅途愉快。各位，燕子口这边就是著名的燕子口，哇，有够壮观的啦！看下面。阿翔第一次来这边吗？第一次哦。第一次。很壮观，对不对？对。超漂亮，这个就是很多外国游客说台湾最美的地方就是这里。佩佩有来过吗？佩佩是第一次来。第2次，小时候来过。哦。你男朋友那么好，愿意骑这么难骑的车，骑到那么远来，哇，腰酸背痛，对不对？燕子口的地形呢，是利乌溪水历经久远的岁月所切割雕琢出来的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天然的大峡谷以及石灰岩壁上的湖穴。湖穴并非是燕子凿出来，也不是燕子窝，是由于地下水出口和利乌溪水侵蚀所造成。小燕子们于其间觅食嬉戏，因而得名燕子口。燕子口步道全长1372公尺，海拔高度在274公尺。那整个步行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走完。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是此生必访的景点之一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哇，有越来越高的感觉了。现在要上武岭的山路上，路越来越小条了，开始有点凉意了。哇，这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。现在阿翔的那个油表亮灯了，他目前骑了227公里，但是他油表显示还可以骑100公里左右，所以他再撑一下。
在36公里就到那个官员管制站，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。本日公休，看得到饮料买不到，好吧？走吧走吧，再咳一下吧。这边好像有土石流过，好恐怖啊！现在中途终于看到一个卖饮料的，大家先喝一下。现在小图的有剩1格，应该可以撑到加油站30公里没问题。那阿翔的应该也可以撑到加油站。可以，我还可以骑。他比我远啊80。来，谢谢来。现在这边差不多海拔2000公尺，在20公里就到管制站。哇，骑到云海上来了，超漂亮的。骑在这个云雾瀑布般的仙境之中，尤其是云雾往上飘扬的那种视觉感，哇，真的是顿时所有烦恼忘光光。途中会经过一些滩帮地区，尽量要快速通过，因为不时会看到一些小石头从上面滚落下来。不要小看小石头的威力，轻轻松松就能够在你身上扎出一个洞。现在到第2个管制站了，现在是4点45分，我们赶在5点之前到了。如果错过这个时间，你就要往回走，因为它只开放5点到5点10分。那么再过去官员加油站应该1-2公里就到了。官员加油站再上到5岭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，所以预计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5岭停车场那边。今天我有带剪发工具，待会如果上面天气好的话，看看谁想成为在最高公路剪头发的那个男人。那我们待会就看状况喽。耶，放晴了。哇，开始起大雾了，天蓬蓬啊！这个景色真的不是每天见得到的，大自然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这段官员段台八线117.4公里处，自从去年4月26号坍方之后，因为实在是太严重，所以抢修至今还无法完全抢通，所以要上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管制的时间，真的，一旦错过，你只能下山回头了。到官员加油站了。阿翔，你看已经在闪灯了，他现在预估只剩还可以跑60公里，差不多是见底了。然后小图的600R现在剩闪灯，也闪灯了，现在剩几公里？剩20公里，哇，真的是完全见底。好，等一下来看看你们加满油总共加几公升。然后我的车还有3格油，所以我继续挑战上5岭。现在这边加到最满，差不多加11公升左右。所以还剩3.5，再加一个预备油桶，因为待会我可能会在上面没有油。地面高度了，地面高度。好，最高小图加了13.38公升，所以安全油量库存大概还有4公升左右。传说中的蚂蚱都没吃到会，有吃到会。我想现在肚子很饿，吃不到，最后一颗被这个大哥给干掉了。这个人是传说中的蚂蚱，传说中的蚂蚱真的是不容易吃到。对，就是这样才这么美味。所以大家有来这边官员加油站的话，一定要来碰看看运气，吃不吃得到传说中的蚂蚱。现在已经6点了，天快黑了。现在就是身在云海之中，哇，真的是越山上越冷啊！好想多带一件背心跟一件外套。从官员加油站到5岭停车场大约还有15公里的路程。这15公里里面，海拔会上升大概1000公尺左右，每上升100公尺，气温就会降0.6度，所以气温会感受到很明显的变化。各位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位于海拔高度3160公尺的合欢山瞭望台的停车场。从刚刚一路骑上来就开始有胸闷、头晕、想吐的症状，心想有没有可能是高山症的症状，而且全身发抖，所以赶快停下车来添加衣物保暖一下。此刻同伴们已经骑到上面去了。喂，听得到吗？你刚刚经过那个什么，有一个什么合欢山牌子那边有没有？那边刚刚那边不是有一个停车场？那个停车场离5岭还多远？哦，快到了就对了。好，你们先上去，我有点太冷了，我穿一下衣服。大概休息了10分钟之后，因为有穿一件羽绒背心跟雨衣的关系，身体也比较暖和了。但是胸闷跟头痛的情况还是持续，天已经越来越黑了。心想先跟他们集合，再看状况。为了等你，知道吗 ？Sorry， 等太久，太冷了，我有点失误。谁倒车？后视镜都没了。靠腰，小姐倒车哦。我想说顺便下来拿东西，
哇，要求有要紧哦。人无要紧，2支把骨你也拢无去。是哦。下来的话2只都断掉了。照一下，照一下。哎。刚刚小简倒车，后照镜都没了。哇，这个土太软了，有这种软土不能停。就这样，小简开始了没有后照镜的旅程。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最乌龙的还在后面。最后剩不到30秒的路程，就到了武岭停车场了。结果，可能是因为天色太暗的关系，大家都没有发现停车场就在右手边，就这样默默的经过了。结果我们又骑了将近6分钟的路程，骑了好几百公尺，才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但也许是因为这个乌龙，原本还很不舒服的我，因为高度持续一直下降的关系，我的症状开始缓解了许多。最后大伙决定再重新绕回上去武岭。我事后回想起来，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乌龙，然后让我的身体一直持续暴露在那种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之下，有没有可能发生什么意外都没有人知道。真的是很感谢祖先保佑啊！最后再上去武岭的时候，身体就舒服许多了。现在是晚上6点半，漆黑一片，我们终于到武岭了。因为今天走错很多路，所以刚刚下去又上来。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狼狈样，哇，好亮！好，这边不能有光害太久，所以照一下就好了。小心哦！耶！现在到武岭3275了，终于来了。好，今天挑战武岭成功，我还不用加油，我还有3格油，看等一下能不能撑到下山。哇，有够冷的，现在温度大概只有10度左右，所以各位如果上来的话，一定要穿保暖一点。满天的星星，月亮好圆啊，好亮。啊，今天太晚上来了，所以没办法帮他们剪头发了。此刻的心情想到了一首经典老歌，在这个全台湾最高的公路之上，在这广阔的黑夜之中骑着摩托车，身体就像漂浮在空中一样。大家花个几秒钟来听听这首充满着惆怅的经典老歌。Stars look very different today. For here. 哦，我们刚从武岭这边下来了，现在来吃这个复古鸡，吃饭啦，上菜喽！哇，点套餐就对了啦。这个金沙饺，金沙美人鱼。哇，还有窑烤猪，小爸，好像吃饱了呢。这个套餐2699，5个人吃不完。这个复古鸡这间很推哦。这个晚上骑山路灯真的要够亮，像我装的这个是黄金灯泡，真的是很亮，开远光灯很够用。这一趟武岭行最可惜的是没有白天到，那不然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一定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风景给大家看。只能安慰自己，晚上也是别有一番风情啊。好，到77背包客栈了。他这个饭店还蛮随性的，他进来门没有关，然后老板也不在，他说就把钥匙跟那个钱袋放那边，要离开的时候再把钱放钱袋就好了。差不多就是符合1000块钱的一个套房，然后厕所大概是这样。现在时间差不多快10点了，真的有点累了。今天真的是很充实的一天了。好了，那明天见了，先休息了。这间77背包客栈青年旅社还不错。啊，大家有睡饱吗？有，便宜，小个短哦。这个要带那个啦，自己带毛巾跟盥洗用具会比较好。哦，对，因为它这边是简易式的，它没有毛巾，可是很便宜。真的。各位，现在目前跑了370几公里，还有2格油还没亮灯。这77背包客栈里面进去有一个那个摩托车停车场，所以骑重机骑摩托车的还不错，不用担心自己的爱车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。然后要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在那个信箱。好，出发，我们要去那个18度 C 巧克力附近吃早餐。昨天骑了将近快400公里的路程，因为我的表述没有到非常准，好像是小图的表述最准。他说他的总里程将近快400。昨天有将近一半的路程都在骑山路，
在回程之前，我们来18度 C 巧克力买，听说这边巧克力很好吃。现在18度 C 还有卖吐司、明伦蛋糕，好多人。现在一早开门就排队了。买了巧克力吐司面包，这个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待会寄给老婆吃。打到埔里的话，这个18度 C 巧克力看起来还不错。喜欢吃甜点的应该会很喜欢。刚刚小简忘记把钥匙还回去，所以现在要他骑回去旅馆。所以来这边住，记得要先把钥匙还回去哦，那不然就要跑回来。回程我们走的是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台21线，然后会接台8线，最后再走浪漫台3线回去。这边是台21线6公里的地方，这个 view 超漂亮的。你们现在现场看，可能好像觉得山很小，但是真的很大。我们这趟行程算是老天爷很帮忙我们了，都好天。这段大伙都没走过的台21线，期间的风景也是让大家非常惊喜连连呐。我们台湾真的到处都是美景啊！就在我们快要接到台3线的时候，小图临时说附近有一间很好吃的面馆，叫做赖新葵面馆，它就位于旁边的3义的台13线上。这里才对啊！我导航是写这边呢。我导航怎么会写这边呢？奇怪。你看，现在来到3义的赖新葵面馆，他们说这间很有名，所以我们就来吃看看啦。很大一碗，什么短袜？开吃，小图快累死了，因为他那个车实在太差了。然后刚刚我们绕了好大一段路，一直在找路，导航用错。有亮起后座睡着，佩佩刚刚睡着了，重量都压在我身上。哦，竟然。睡1个小时，完整的睡着，完整的睡着，你好厉害，你太强了。这是客家面，汤的客家面，有干的有汤的，然后阿翔是吃干的板条，小姐跟我一样吃汤的板条馄饨。它的种类选择不多，大概就这几样，但是听说每样都很好吃。它这个板条蛮 Q 的。昨天人生第一次上武岭，居然是在晚上，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回忆。晚上上武岭其实还是看得到下面的山景啊，因为月光照相之下，还是可以看到山的轮廓。一般人一般都是看白天，我们第一次给他看晚上，所以下次还有理由可以再去一次，因为才可以再看一次白天的大景。但是晚上真的很冷啊，所以怕冷的衣服一定要再多一点。昨天我查了一下，上去的温度晚上大概是8度左右，寒流还没到，先率先体验寒流的感觉。1点左右，那吃完继续回基隆。闪灯的里程数478.1，但是那个小图说它的比较准，大概可能再加20，所以差不多是500公里。哇！原厂官方数据，我这台车12公升，1公升跑40，他们最高好像是3940左右，它官方是说跑460，突破官方数据，所以真的大野狼的省油，它不是传说，它是真的。而且我还上山，还跑到5岭，这是超级省油。等一下准备加油。帮我加到最满哈，然后现在一样加到意面高度最满的状态，看能够加几公升。满油是12公升，那我在猜应该还会剩1-2公升。目前刚刚已经加到紧绷了满了10.52公升，所以大概还有剩1.5公升的汽油，一桶油破500公里是没问题，真的是超级无敌省油的。小图说他的，因为他在跑赛道，他的更准。他说应该还要再加20公里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已经破500公里了。因为刚刚去吃面的关系，所以偏离了原本在台3线上面的路线。现在回去就是一直走台13线，大概再骑1个半小时就会接回原本台3线的位置。现在在台3营的 7， 今天骑到快中暑了。如果有观众想要照我这个路线来走，那2天的时间应该够，就是慢慢骑都没问题。可是如果要从东部上山，你们那个管制时间一定要抓得很准。我是觉得这个时间有点急迫了，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从清境那边上去，会比较舒适一点，时间比较弹性。那这次算挑战成功，一桶油上武岭还可以下来。各位观众，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挑战哪一个路线，下面留言。我是蛮想去南横的啦，然后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地方，再跟我说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
OK，耶！那我们铃铛。没错，那期待之后下一次的挑战啊！今天最大的工程就是阿翔，如果没有阿翔这2桶备用油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次任务。虽然这次备用油都没有用到，阿翔你回去再有空自己加自己的油吧。好，感谢。哇塞，小图你在干嘛？帮他梳头发，骑车头发会打结啊。我还很少看到有男朋友会帮女生梳头发的。靠腰，我还帮他洗头嘞。哇塞，真假的？洗几年烫天的，打刚洗。你帮他洗头？洗头啊，然后吹头发，吹干，然后帮他梳头发。对。你让我这个当设计师大开眼界了。啊，你嘛不是大刚人洗头毛我无讲，我有钱通啊赚呐，你这无钱通啊赚的呢。我这做服务的。我做服务的哈，哇，真的有这么好男朋友哇，可以嫁了。不会，他的帮家里面很多啊，这是礼尚往来，这互相啊。就这样，我们又从白天骑到了黑夜，最后从板桥接到台北市区，然后走市民大道接环东快速道路，然后最后从汐止回基隆。好，回到店里了，小图去买吃的了。总里程676.2公里，结果阿翔目前正在用他的备用油在加自己的油箱，真的太感谢阿翔了！如果没有阿翔这2桶备用油，真的是不敢冲上去5岭。好，那就期待下次旅程哦，拜拜。是帮他拔胶带。哦。哇，真的是眼睛很利耶 ！Thank you。